亚马逊过去1年的自由现金流从259亿美元跌到12亿美元，缩水约95%。可它没有踩刹车，反而还在继续往人工智能里砸钱。更反常的是，微软、谷歌和 Meta 也在做同一件事。4家全世界最会赚钱、最会算账的公司，正集体进入一场谁也不敢先停的烧钱竞赛。真正危险的不一定是花钱最多的公司，而是人工智能收入追不上折旧、利息和运维、现金越来越薄却又不能停的那一家。今天我会用亚马逊、Alphabet、Meta 和微软的官方数据，给你一套4指标检查表，看谁在建设新的护城河，谁最接近现金压力线。最后一个指标可能比营收增速更早暴露风险。先讲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：如果人工智能投入这么贵，回报又还没有完全验证，为什么这些全世界最会赚钱、最会算账的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继续加码？答案不是他们突然失去理性，而是每家公司单独看都很理性，合在一起却形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博弈。假设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和 Meta 同时同意少建一点数据中心，少买一点芯片，大家的利润和自由现金流都会更好看。但只要其中一家继续扩建模型，降低推理成本，抢走开发者和企业客户，其他公司就可能失去未来10年的入口。谷歌不能赌搜索，永远不会被人工智能改写；微软不能赌企业软件客户，永远不会转向新的智能体平台。亚马逊不能赌云服务客户永远只比较价格，不比较模型、芯片和训练能力。Meta 也不能赌广告推荐和内容生成不会被下一代模型重新定义。所以每家公司面对的选择都一样，停止投入可以让这一季的现金流更漂亮，却可能让未来的护城河变薄。继续投入会压低短期现金流，却至少不会在技术路径上先出局。这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最可怕的地方，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判断错了，而是就算有人觉得回报太慢，也没有人敢第一个踩刹车。但投资者不能只听管理层说这是长期投资，长期投资和低回报扩张之间隔着一张现金流量表。先看亚马逊，过去12个月自由现金流从259亿美元降到12亿美元，这个数字足够刺眼，但我们要把它拆开，不能简单说亚马逊快没钱了。亚马逊的经营机器仍然很强，问题在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正被更大规模的设备、机房和基础设施投资吸收。自由现金流下降本身不等于投资失败。如果新建的算力很快被客户使用，带来更高的云收入和长期合同，今天少掉的现金可能只是明天增长的前置成本。真正的风险是产能扩张长期快于利用率提升，而使用增长又没有转化成足以覆盖折旧、利息和运维的现金回报。这里先把自由现金流说成人话，它就像工资到账后扣掉日常开销和本期设备投资，真正还能自由调度的钱。本文沿用公司披露的简化口径，也就是经营现金流减去购买物业和设备的支出，其中既包含维护性投入，也可能包含增长性投入。你可以把数据中心想成一栋极其昂贵的酒店，盖楼的时候支出先发生，机器一开，折旧、维护、电力和利息每天都在走。但房间有没有住满，客户愿不愿意支付更高价格，要到后面才知道。如果入住率很高，这是一台现金机器；如果入住率不足，营收看起来仍然增长，资本回报率却可能不断下降。亚马逊同期的大规模融资还有一个信号，发债并不等于危险。成熟公司本来就会用债务优化资金结构，亚马逊的美元票据利率区间从 3.85% 到 6.05%。官方披露没有说这批资金全部投向人工智能，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当作资金结构变化来观察。只要新资产创造的回报率高于综合资金成本，借钱扩张完全可能是合理选择。但从投资者角度，分析方法必须升级。过去看亚马逊，我们习惯看 AWS 收入增速和营业利润，现在还要多问一句：新增1美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，未来能产生多少增量自由现金流？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收入增长再快，也可能只是用更重的资产换来的。这里出现第一个重要分界线，同样是巨额投入，不同科技巨头的压力完全不一样。Alphabet 第一季度经营现金流是 457.9 亿美元，购买物业和设备 356.74 亿美元，简单相减，自由现金流大约 101.16 亿美元，数字比过去更紧，但它的现金生成能力仍然很强。更重要的是 Google Cloud 收入增长 63%， 积压订单超过4600亿美元。
这些数据可以证明需求和订单明显加速，但不能证明所有订单都来自人工智能，也不能保证新增产能一定保持高利用率。所以 Alphabet 不能简单归类为烧钱失控。它真正要证明的是，未来1800亿到1900亿美元的年度资本开支能不能持续转化为云收入、模型使用量和更高利润。它宣布的是总额预计80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安排，实际执行金额和时间仍取决于市场条件。对老股东来说，除了资产利用率，还要同时观察潜在稀释。再看 Meta， 它2026年的资本开支指引达到1250亿到1450亿美元，规模非常大。Meta 和云厂商不同，它的人工智能回报可能不会直接出现在一张云服务账单里，而是通过广告推荐更精准、用户停留更久、内容生产成本下降，以及未来新的智能设备来兑现。这让 Meta 的回报更难测量，收入可能先涨，资本回报率却要更久才能看清。对 Meta 来说，投资者要盯的不只是广告收入，而是资本开支增长之后，营业利润率和自由现金流能不能稳定。微软则提供了另一个重要反例。它披露人工智能业务的年化收入运行率已经超过37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23%。Microsoft Cloud 季度收入54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9%。这说明人工智能不是只有支出没有收入，部分公司已经开始把需求变成真金白银。问题只是收入增长和资本投入之间到底谁跑得更快？看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真正值得警惕的公司，不一定是资本开支最大的公司，也不一定是人工智能收入最少的公司。最容易被重新估值的，可能是这样一类公司：自由现金流下降最快，融资成本上升最快，人工智能收入兑现最慢，但竞争压力又让它无法削减投入，这才是这场军备竞赛的第二个反转。市场表面在比较谁的模型更强，华尔街下一阶段可能比较的是谁的资产负债表能撑得最久。普通投资者该怎么看？我给你一套4指标检查表，以后看科技巨头财报，不要只听电话会里的宏大叙事，把这4个数字放在一起。第一个指标，资本开支占经营现金流的比例。经营现金流是公司自己赚来的水，资本开支是建新水库花出去的钱。如果资本开支持续接近甚至超过经营现金流，公司就需要动用现金储备、发债、融资租赁或者增发。这个比例短期上升可以理解，但如果连续多个季度上升，而新增收入没有同步加速，风险就会累积。第二个指标，自由现金流下降的原因，不要只看自由现金流变少，要问钱去了哪里。是一次性建设高峰，还是设备利用率不足？是客户已经签约，但设施还没交付，还是需求根本没有跟上？前一种可能只是时间差，后一种才是商业模式问题。第三个指标，资金从哪里来？用经营现金投入，股东承担的是机会成本；用债务投入，公司承担利息和信用风险；用融资租赁投入，压力可能分散在未来多年；用增发投入，老股东承担稀释。融资方式不同，最后落到每股价值上的结果完全不同。第4个指标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指标，新增人工智能现金毛利能不能覆盖新增折旧、利息和运维，并让投资回报率超过资金成本。这里不要只看总收入增长，你要看云服务积压订单、人工智能年化收入、客户使用量、数据中心利用率以及利润率变化。如果人工智能收入增长很快，但折旧、利息和运维增长更快，规模越大未必越值钱。如果收入、订单和利润率同时改善，高资本开支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护城河。最后，我建议把科技巨头分成3类来跟踪。第一类是现金流自给型，他们投入很大，但经营现金流和人工智能收入足以覆盖大部分建设，融资更多是优化结构。第二类是融资扩张型，他们拥有真实需求，但建设速度超过当期现金生成，需要依靠债务、租赁或股权融资把时间差填上。第3类是回报未验证型，他们同样高投入，却还没有足够的收入、订单和利润率证据。对于这一类公司，最危险的不是某一季亏损，而是管理层明明看不到回报，竞争又不允许它停下来。比较这些指标时还要注意，各家公司对资本开支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，尤其融资租赁本金和现金购买物业设备不能机械横比。我们看的是同一家公司自己的趋势，以及投入、融资和回报之间是否越来越失衡。所以别再只问人工智能是不是泡沫，泡沫这个词太大，也太容易让人站队。真正能帮你保护账户的是一套更具体的问题。
公司花了多少钱，自由现金流还剩多少，用什么方式融资，新增收入能不能覆盖折旧和资金成本。你每一次向人工智能提问，背后都有服务器、电力和真金白银持续运转。人工智能上半场比的是谁敢花钱，下半场比的是谁能把机房变成现金。未来科技股真正的分化，可能不是有人工智能和没有人工智能，而是高回报的人工智能资产和低回报的人工智能负担。如果你手里有亚马逊、Alphabet、Meta、微软，或者只是长期持有纳指基金，下一次财报不要只看营收有没有超预期，把我今天讲的4个指标记下来。资本开支、自由现金流、融资方式、人工智能收入兑现速度，他们会比一句人工智能改变世界更早告诉你谁正在建设护城河，谁正在透支未来。你觉得这轮军备竞赛最后会是几家巨头稳态共存，还是有人会因为现金流压力率先掉队？欢迎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。以上内容只用于学习交流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请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独立判断。